我是肖欣怡，我是泽亮，我是6月，我是陈宁，我是郭坤耀。你们现在在收看收看收看的节目是你来工作，我来玩。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，2位主持人到一个旅游景点，一个主持人去工作，另外一位就会去玩啦。这个节目的宗旨呢，就是想要了解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，究竟是有哪些类型的劳动力在支撑着？那我希望这一次呢，幸运之神能够眷顾我，让我可以成为那个去玩乐的主持人。你拜托。新搭档，新组合。两个女生一起出国，会不会火药味十足啊？放心，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蛮冷的，所以可以很 chill。到底是哪里呢？我们来到了日本中部静冈县的滨松市，在我们背后呢，就是好美的滨名湖。在这里呢，也是日本鳗鱼养殖的发源地之一哦。陈宁姐姐，现在的气温大约是10度，我真的不想在这种天气去鳗鱼养殖场工作，臣妾做不到啊！我也做不到。那我们去玩游戏吧。哦，好啊。如果你赢了这个游戏呢，你就可以去玩啊，什么游戏？这是日本新年的传统游戏福笑。哦，福古瓦的。那在这个福笑上呢，其实是少了眼睛、鼻子、嘴巴还有眉毛。我们必须蒙上眼睛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些部位放去正确的地方，最接近正确的模样，就可以去玩了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哇，好难哦！这什么啊？哇，哎，你看得到啊？完全看不到，你看得到吗？我看不到。老实说，我真的不想作弊，但是这种天气，再加上是鳗鱼，哎，你知道鳗鱼一群有多恐怖吗？我只是单纯想象，我就想要尖叫，所以这件事情还是陈宁姐姐你来吧。这样乱拼起来，它会不会整个完全不像一个人样啊？我已经不懂他的脸在哪里了。随便啦，哎，这个有计时的吗？应该没有哦。不是要越快越好吗？哦，你到哪里了？要完了，剩下最后2个。等一下，你好啦，好了，还没有，等一下，可以吗？最后一个。OK， 3秒，3、2、1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是福笑，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？有多难啊？一个眼睛等一下，，你看这里想笑吗？多想笑，对吗？福笑，这不是你的。它很明显，因为每个形状都不一样，所以非常容易。我输在运气。这一切都是注定的。哎，你看我多不幸啊！那我就去工作了。去吧，孩子。鳗鱼养殖这份工作呢，我是带着很复杂的心情，因为它感觉滑滑的，然后我是不是要赤手这样子去摸它、接触它呢？所以我有蛮多的这个问号。来到这里，我要准备开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要去找社长喽，走吧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お願いします。アルバイトし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ね。我今天来这里其实很兴奋，因为我知道滨松市的滨名湖的鳗鱼很受欢迎。到底为什么滨名湖的鳗鱼那么有名呢？浜名湖は養殖。滨名湖是鳗鱼的养殖基地，最早开始养殖，现在已经有136、7年的历史。它地处于日本的中部地区，交通很方便，然后去日本的全国各地都可以快速的运达。而且因为它是海水和淡水交汇的地方，然后养出来的鳗鱼会比较油脂丰富，肉质很细嫩鲜甜。滨名湖生产出来的鳗鱼可以自豪地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鳗鱼。哇，所以算是这个顶级的鳗鱼了。我也要体验一下在这里呢养殖这个鳗鱼啊，还有吃鳗鱼的感觉。所以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次郎先生会教我们怎么做鱼饵，然后怎么去喂鳗鱼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做鱼饵了。这时候呢，先倒进去的就是鱼油，还有水。这个真的很像烘焙啊。因为烘焙哦，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，就像现在。哎呀，这个20公斤的饲料我们就要倒进去了。这个是用鱼磨成的粉儿。今天天气比较冷，它等一会儿会变硬，所以呢，尽量快一点给鱼喂过去。而且它现在的这个水是比较温的，要用温水把它给做出来。哇，我们是要喂很多的这个鱼吗？23000条左右的鳗鱼。是时候去看看这些名副其实的鳗鱼了，走吧。
我现在人就在滨松城，但在参观之前呢，先让我为你上一堂课。日本的历史呢分为几个时期，其中一个呢就是12世纪末开始的幕府时代。所谓的幕府呢，就是日本武士阶层建立的政权。那日本历史上的第3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幕府呢，就是江户幕府啦，也被称之为德川幕府。我都说到这了，你大概猜得到是谁建立了吧？那就是德川家康啦。而我现在所在的滨松城呢，就是德川家康的住所，他在这里住了17年。是不是看不懂呢？但读得懂400年，对吧？因为原有的滨松城呢是1570年所建立的，但后来被摧毁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滨松城呢是重建于1958年的。不过呢，城堡的基座石墙是历史遗迹，是城堡历史最悠久的部分之一，大约有超过400多年的历史哦。400年。如今的滨松城已经成为了历史资料馆，让游客们可以了解到德川家康的生平事迹，以及他所穿的甲胄复制品等等。登上3楼的展望台，就可以看到西边的冰明湖以及东边的富士山。那陈宁现在在哪里呢？就在那儿。陈宁，鳗鱼好玩吗？我们今天特别接触到的就是冰明湖鳗鱼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因为它非常的温暖。因为它对气温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，一定要在30度左右，所以我们是在室内养殖。我们1年4季保持的温度都是在30度左右。哇，它其实蛮重的，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多的鳗鱼。但是老实说，我现在从这里看呢，我觉得有点像蛇。然后有好多只蛇的感觉，喂鳗鱼哦，就在你家里哦喂宠物一样，你是需要观察它们每一天的习惯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就进行这个计时，如果它吃得快的话呢，就代表它是健康的成长当中，所以可能隔天呢会加更多的食物。但是如果吃得慢一点的话呢，就代表它可能身体不太健康，要去观察一下咯。现在差不多快要5分钟了，然后我 stand by 去按那个 stopwatch 啊，倒数5秒咯，这个没有看到咯。OK。他们花了6分36秒的时间把这些鱼儿给吃完，突然好冷静了。你看，吃完就游走了。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，因为我要进入的这个地方长得很像一个温室，然后我听到水的声音啊！我是喜欢水上活动，但是不是这种水。すみませ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アルバイトします。はい、今からやりますのでね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他给我这个应该就是要我换装的意思，要下水的意思。好了，换你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水应该没有那么的高，好像是到他们的那个大腿。我突然觉得我比较适合来工作，因为悉尼来的话，可能到这里。所以悉尼，你好好玩吧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进行这个分类哈，是根据呢鳗鱼的体型的。现在我们会把这个鳗鱼呢丢进这个闸格装置里头，然后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缝隙。所以体型比较小的鳗鱼呢，其实就会滑落进里头，然后呢，它们就会继续在池里头呢成长。不过那些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缝隙的话呢，就代表呢，它们接下来就会到另一个地方进行这个处理，因为它们已经长得够大了，已经可以把它们给吃掉了。原来用这个网哦是有技巧的，因为刚才我一直在捞的时候，我只能够捞到2、3条鳗鱼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你要好好的在某一个角度，然后你的手也是要挖的对，挖的那个方向正确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挖到比较多的鳗鱼，就像这样。捞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鳗鱼有那么重的吗？
真的是蛮重的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哥哥们可能看我是女生没有力，所以干巴的一直都在鼓励我。做这份工其实蛮辛苦的，因为需要很多的人力哈，所以我体验到了最辛苦的工作哎。西马仔呢，真的要给我一个非常完整的体验，因为它让我体验不同工作的辛苦跟难度。你会觉得他坐在那里是没有做什么的，对吗？但是我其实用很大的力气帮忙，因为你其实，在池里头，你没有办法把网举得太高。所以坐在那里的人呢，必须帮下面的人用力的把网引上闸格装置。太多劲哦，腰酸背痛。最后一个岗位呢，是要把这个装好的篮子呢移到旁边去，然后我就是跟这位76岁的大哥哥一起做这样子一个任务。这个绳子也必须绑得好，因为如果没有绑好的话呢，稍后呢就会很难上货了。我刚刚在绑那个绳子的时候呢，真的觉得很难搞，但是他就一直 nice， 会觉得有被激励到。来的。哦 ，no problem，OK， 他讲可以。虽然我们的语言不通，但是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，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份工作的热忱。到了现在，已经过了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，他们的脸上哦依然还是带着笑容的，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欢乐的地方。这个工作是永无止境的，他们很 nice 他们还帮我放楼梯耶。我终于有时间可以暂时的休息，还有喝水了。但是我要谢谢他们，因为他们觉得我很累，所以他们先让我休息一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酱油是日本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所以今天我要带你去一家创立于1875年的老字号酱油厂，而且这里可以让游客体验酱油酿造。野添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哦，我们现在闻到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？これは小麦を。这是炒小麦的味道。小麦是酿造酱油的原材料之一嘛？那其他材料有什么呢？蒸した大豆と。酱油呢是有煮过的大豆、炒过的小麦，加上酱油曲霉、盐水，经过3天的发酵，首先制作成酱醪，然后才会形成酱油。哇！哦，这个就是酱醪啊！这是酱醪。哦，我已经闻得到酱油的香气了。那这位老先生是在做什么呢？他现在在翻酱醪。那我们每周1次将酱醪翻滚，然后经过1到3年的熟成，就会制作成酱油。那我们要怎么从酱醪变成我们熟悉的酱油呢？酱醪经过挤压就可以形成酱油。哦，这个部分听起来就是游客能够体验的。现在我们就是要压榨酱醪，然后来制作酱油。我现在就要来试试看啦，哈！把酱醪舀3勺，倒在布里面，感觉哦，很像肉酱的那个酱汁，哎，会不会太多啊？应该不会哦。大丈夫，像包礼物一样。摇，感觉这个布其实还是透气性极强的，所以它们已经快要渗透出来了。同样的步骤重复3次，做3层，每次都是3勺酱醪。啊，你做的太好了，太棒了！我觉得他满眼欣赏，他现在开始要娶我了，是不是？从酱油酿造变成酱油厂老板娘。好了，这个东西包裹好了之后呢，加一个保鲜膜。最后呢，在上面盖上旁边的这个小正方形盒子，然后移动到榨汁台。压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动，一直压15秒。压1、
那作业上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酱油酿造的过程，特地打造了这个迷你版的压榨机，所以整个过程其实特别有仪式感，见证酱油的诞生。哎，没有哎，啊，要清洗。哦，这就是酱油。酱油流出来了！哇，我亲手制作酱油哎，这感觉好神奇哦！看到它从那个洞口流出来的时候很疗愈哎，现在我觉得滴滴都珍贵。在装瓶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先消毒，只要到75度呢，就是消毒好了。我很好奇，在静冈县，像你这一家有自己制作的酱捞的酱油工厂很多吗？在静冈县呢，像我们这样自己制作酱捞的只有7家。我们家的特点是呢，我们一直是坚持从农田到酱油制作都是由我们一家人家族经营。我已经闻到阵阵的酱油香了，慢慢的倒，哇，好珍贵的感觉哦。OK 的，这就是我亲手制作的酱油哎。哇，好隆重的试吃环节，你觉得哪位是主角呢？居然是酱油哎！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搭配豆腐来试吃一下这个酱油啦。哇，很漂亮哎，感觉像布丁一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它比较浓郁，甚至在你的舌尖能感受到那种麻麻的感觉，应该是时间的味道。而且这个酱油它不是死咸哦，你尝得出那个甜味。以前我都觉得酱油只是个佐料，但现在我发觉酱油本身也可以是灵魂，也可以是主角。以后我觉得我会好好的珍惜每一滴的酱油。好，那做完这个分类工作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怎样的工作呢？收拾完了就可以出货了。那我们就继续忙吧。哇，我觉得现在就是分工合作的时候了。因为我们蛋糕呢，把这个鳗鱼放进篮子之后呢，就要把这个篮子运送到处理厂哦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要把它搬上去。但是这个鳗鱼超级重，你看，一个都需要我们3个人去扛哎。对，有，所以这里没有女生，我觉得是有它的原因的，因为女生说真的，体力活会很吃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他们也非常的可爱，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口号，然后大家一起讲那个口号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哇，有一种团结精神，也让我更用力的把这些篮子呢搬上陆地上。那为了确保这个鳗鱼一直在最佳的状态，我们要把这个冰块呢放进篮子里头。这个真的是考我们的默契，因为呢我们要配合这个时间呢。一只跑出来了！他抓的那个时候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灵活，只用1只手。我觉得整个过程有让我有点小害怕，因为他的动作很快。当他把那个盖子放下去的时候，我比较担心我的手，不是担心鳗鱼的尾巴，因为我觉得那些鳗鱼动作很快，他们应该逃得出去的。但是我的手没有那么快，而且很冷，所以我的手冻结了。其实我也感受不到，我还握着那个冰块更惨。幸好我们很安全的把所有的那个冰块放进篮子里头了。这是结束了。はい、じゃあ、お仕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明日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啊 ，tomorrow， 明天吗？はい。OK， 好，要回到现实，明天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I'm done， 耶！啊，现在早上4点，我在新加坡都没有那么早起。OK， 不过呢，我要认真的去工作了。
おはよう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アルバイトします。はい。那我应该从什么开始呢？那现在马上带你去现场。哇，这水是每一天都没有关起的吗？它是从地下的井水抽上来，然后不是循环哦，是365天天不间断的，一直就是这样在冲洗。为什么他们不要直接就是把鳗鱼放进水里就好？为什么会有这个流水呢？鳗鱼它需要氧气，然后如果是水它停下来的话，它的氧气就不够，它会死掉的。OK， 要来卸货喽。这个是白井老师。Shiraiさん、おはよう。20 kilos。20 kilos， 20公斤，我可以吗 ？I can try。怀疑我。I can try。哦 ，OK。哇，go。啊，牛逼啊！原来我每天运动就是为了今天。你拿一次 OK 啦，但是你要拿很多次，这个感觉怎么越来越重？加油 ！OK。从养殖场呢来到工厂之后呢，要进行第2次的分类了。我要搬进去了。我觉得推比较难呢。为什么我推不动的？推我比较怕，我怕它整个倒下来。OK， 觉得这个要有技巧的推吧。在这个月份来到冰松有一个特别的游玩项目，那就是采摘蜜柑。蜜柑，我来了！哇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蜜柑树，好漂亮哦！我约了一个负责人，卡斯达桑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经理长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想要问冰松的蜜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这是冰松盛产的青岛蜜柑，它的特点呢是，首先它比较大，然后果肉比较多，比较多汁。另外呢，它的皮比较厚，保存的时间要比一般的蜜柑时间长，能保持1个月。哦，它的皮真的有比较厚的感觉，满满的橙子香，很新鲜，而且它汁水真的很多，吃起来很有满足感。那冰松为什么那么适合种植蜜柑呢？冰松这里气候温暖，平均气温16度，日照时间很长，所以特别适合种植这种蜜柑。采摘蜜柑有什么要点吗？用手这样转一下就可以了。蜜柑要用剪刀来裁剪，尽量挑选非常成色很好看的开始。蜜柑需要剪2次，之所以要多剪1次，就是为了不让它们之间产生摩擦受伤。哦，也要保护好它们。那我要多采一点回去给陈宁吃。我们是先从龟类鱼开始，根据它们的体重呢，把它们分类好。那其实我现在归类的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吗？但是不一样，这是250克、240、230、220、260、270、280。鳗鱼的重量真的是非常的讲究，因为可能每一个餐厅它的要求都非常的不一样，或者是他们卖的料理呢，就是规定要这个体重的。掉在地上了，过来。Oh no！Thank you，我还不够专业。这些冰哦，我要拿多一点，因为它可以帮我镇定那些鳗鱼，让我比较好抓它们。它们真的太活跃了啦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它们冷静一点的办法。我要专心的工作咯，因为如果不快的话呢，我可能会加班。听说呢，可能他们会留到下午3点钟才可以完成的哦。现在
在我要开始采摘蜜柑，干巴嘞！这是一种很幸福的选择困难症。我要采摘哪一个呢？当你把蜜柑剪下来的那一刻，其实感觉不是很真实，那个枝干感觉特别有塑料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这就是一种很新奇的感觉。然后拿下来的那一刻，跟你从超市里面拿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非常有趣，很漂亮，心情好好哦，完全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。而且我可以尽量采摘多一点点，陈宁他一定很辛苦，满满的鳗鱼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它。我这里就不一样啦，日剧，这时候只要来一个单身的帅哥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放冰，然后放鱼，因为这个一会儿要出货。这个是不同的空气吗？氧气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保持它一天都很健康。起初我看到许愿一散他先做第一次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好，我应该可以跟着一起做。但是我没有发现，原来他每一个小举动呢都是有巧思的，像是在把鳗鱼呢从篮子放进这个袋子里头，原来要在某一个角度。哇，要掉了，要掉了！然后在绑这个带子的时候呢，也有它的技巧。哎，那个看起来很容易哦，但是我觉得很需要技巧，我一直绑不起来耶。等一下，不要放弃，不可以，起来一下，还是不行，我模式。Maybe you can。哦。最简单的，我花最长的时间。Okay, good. Good job. Another one. 哇！冷静冷静。不要跑了！Another one. 哇！冷静冷静。不要跑了！起初鳗鱼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抓回这个篮子，因为它真的动作又快又非常的滑，所以我试了很多次，我都没有办法。直到许愿一散就告诉我，不可以太用力的去抓，你要温柔的对待这个鳗鱼，它才不会那么的怕你，才愿意被你捉。但是行动真的就要快了。Good job。我这时候呢要去学习如何去剔骨取肉，哇，好血腥的一个场面在我面前。现在就要把您交给这个有30年切鱼经验的老师傅了，然后你要跟着好好学习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这边 OK。在切的时候啊，如果说你的刀法不娴熟，碰着它的神经的话，它会动，就不能很完美的把它切成这个片儿。因为你是要打开，所以它只是切一半呢，我觉得那才是那个难度。这里就是那个肝脏，但是呢，取掉肝脏之后呢，是不会把它丢掉的。其实我们会把它储存下来，因为也是可以吃的哦，而且听说是对眼睛非常的好。接下来要把骨头去掉。骨头也是可以吃的吗？骨头也可以吃。感觉这个鳗鱼哦，它非常的有用处，因为它从头到尾哦都是可以吃的哎。OK。那切割工作在这儿就结束了，然后摆箱上出货。哇，有点小众啊！接下来呢要出货 ，OK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さよなら。腰开始有点酸痛了，加油！嘿，现在来探望陈宁。陈宁，不祥的预感。你是谁？我是你最爱的同事啊。不认识你哦。快点啦！好猫啊，你看我带手信来探望你耶。你知道最好的手信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那就是你工作我去玩。幽默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蜜柑真的很甜，没有任何的那个酸，不会过甜。这就是
你刚刚吃的那个听岛蜜柑的果汁，干杯一个，祝你工作愉快，快快乐乐的，开心点吧。美味しい。冰松以鳗鱼闻名，所以这里诞生了一个著名的鳗鱼伴手礼——鳗鱼派。不仅如此，游客们还可以参观鳗鱼派工厂，亲眼看看他们的制作过程哦。いけましょう！哇！在工厂的2层呢，就看得到底下的整个流水线，所有的员工各司其职，还有高科技的机器手臂在做这些包装的工作。哎，据我所知呢，鳗鱼派的原料有小麦、黄油、水、鳗鱼头、鳗鱼骨头里头的精华，调制而成面团了之后呢，再用手工擀成薄片，之后呢，在300度的高温烤约10分钟，再像烤鳗鱼一样涂上秘制酱汁，就拥有了现在的鳗鱼派。据说公司社长当时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冰松的名产鳗鱼，所以才制作出了有鳗鱼造型的零食。这份热爱与坚持真的挺令人敬佩的。哇，没想到在鳗鱼派工厂里头有这么精美的咖啡厅，当然少不了这么精美的甜点。这个呢是鳗鱼派巴菲杯隐藏版，很可爱，你不觉得？你就想要喊一声卡哇伊。但是最重要的是谁？主角就是鳗鱼派。哇，我终于要吃到我人生第一口鳗鱼派了！看它的造型吗？其实是社长设计成好像鳗鱼一样的长条形，非常的酥脆，口感上其实跟法式的蝴蝶酥非常相似，微微的带一点点鳗鱼味，不是非常重，但是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零食。还有一些新鲜水果加上奶油，哇，难怪叫巴菲 ，perfect。接下来让我尝试一下这个季节限定版鳗鱼派千层酥。所谓的季节限定呢，是根据当季的水果。那我来到的这个季节刚好就是草莓，非常爽口，也不会过度的甜，很好吃。接下来鳗鱼派可丽饼卷常驻版。在这一道可丽饼卷里头，其实也藏着个鳗鱼派碎，这口感上非常有层次。你可以吃到鳗鱼派碎，也可以吃到香蕉的馅料，然后还有这个黑森纳 sauce， 完美，非常满足哦。我们还有一个饮料，它是以冰明湖为灵感，然后上面你看还有一个可爱的鳗鱼造型巧克力。珍妮，这个我敢抓。过去几天呢，我和活鳗鱼打了交道，终于接下来的工作呢会轻松很多，因为我比较熟悉，那就是烤鳗鱼。不过我们去的不是厨房而是一个工厂。听说呢，整个过程已经是机械化了。都是机械的话，那我应该没有工作做吧？伊藤さ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ちらこそ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所以我们这时候呢要去看一下工厂喽。哇，我已经闻到是鳗鱼的味道了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要来串鳗鱼了嘛。所以现在他好像是要把这个鳗鱼呢放在正确的位置，然后哦，那么快。哦，他就直接把那个竹签这样子放下了機械だと这个工程除了是往上摆，然后没有穿好，要手动穿一下。哇，我刚才看到哦，好像很轻而易举的就把它穿进去，我以为很简单，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可以感受到它的肉很结实，还蛮难穿进去的。ダメ。ダメ。我ダメ。哦，我被拒绝了。到了那个皮的那个地方就不太好插了，那一定要带鱼皮和肉质垫穿过去。OK， いいね，いいね。所以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它的口感，对吧？就算没有那么好看，就不好看也不行，不影响吃，但是会影响卖。但是这个 OK 了 ，OK 好。我现在人就在一个软房，因为我接下来要体验的项目呢是冰松助染。
谢长。新一上。所以我们身后的这些布料都是使用助染技法吗？是的，这些都是助染。助染是只有日本才有的染法，是100年前开始使用的一种在图案上倒注颜色的传统染色方法。哦，那这些布料那么的长，它的用途是什么啊？这是用来做浴衣的。哎，那我很好奇，用助染技法染出来的浴衣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染料呢是直接倒在棉线上，而不像现代大多数布料用印刷方式染色，所以通气性非常好。那这个助染会不会很难啊？我们体验一下吧。 Let's go。今天呢，我们做一个长1米左右的布料，可以自己裁剪，用来做手绢或者是门帘。哦，这太棒了！首先，第一步我们进行板厂这个工程，要把模板放在布料上，用大木铲将防染胶水均匀地涂抹在整个表面，好像涂果酱在面包上的感觉。接下来要在这上面放布料，那你来试一下吧。我有点紧张，小心的把这边对齐，然后把模板放上，然后就把它铺。哇！ 为什么不均匀？尽量不要把这个木板太倾斜，平均的速度进行粉刷。你以为很简单吗？其实要用很多的力道，然后涂上了一遍之后折叠白布。我发现这个步骤需要果断，需要有力道，一铺平，折叠好，铺上去。但我因为太害怕了，就开始慢了，一慢了就是又没有力了，最后它就开始折叠起来。你看，你看，不美了，我只能接受它的不完美。 我觉得现在最难的不是把胶水铺平上去，而是把布料折叠好，然后再把它平铺，你知道吗？必须重复这个动作，大概要13次完成。哈哈。之后呢，就把泥沙给放上去，这是为了防止那些颜料混合起来。哇，我觉得这里没有办法专心工作因为太香了。烤完之后可以马上吃吗？そうですね、すぐ食べれます。真的吗？はい。食べれます。食べれ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哇，我现在动口之前先动手。我发现有2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嘛，一个就是负责呢，先把那个鳗鱼放在那个铁上面，然后第2位工作人员呢，就是要确保烤完之后的鳗鱼呢是没有瑕疵的。所谓的瑕疵就是像它的内脏啊，不可以在上面，有的话呢，它就是真的一个一个的把它去掉。所以你看，虽然说呢，整个过程是机器化的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人的，这样子才可以保证这个鳗鱼最佳状态。一斗伞不会每天看到鳗鱼看到腻吗？不会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吃到。那你有每天吃到吗？每天都要尝一尝，点一点味道，所以基本上都会吃到。原来103的工作是可以试吃的哦。好，其实我刚才说你会被那个味道影响，其实你不会啦，因为你会太认真你就会忘记那个味道的存在。像我现在很认真的在工作，最后一片last。现在是烤完了，然后再去蒸一下。它现在是还有油分在里边，蒸完了以后油分就可以去掉，然后它的肉质会更柔软。那蒸汽之后还有其他的步骤吗？蒸完了以后直接就送到冷藏库里去。在这个冷冻室呢，会进行一个速冻，也就是快速的冷冻。30分钟，0下40度，就是要为了确保稍后呢解冻的时候呢，还是可以吃到原汁原味、入口即化的那种口感。超冷的，我不再出去的话，我也要结霜了。耶！这我可以吃我不在偷懒因为这是试吃，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，我也在工作。哇！扑鼻而来的香气太香了。那要知道呢，这个鳗鱼合不合格呢？刚刚呢，103有分享要去注意几点，包括它的肉还有皮软度跟硬度。好，我们要来试吃喽。Origin，虽然它没有放任何的酱料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呢，更可以尝到鳗鱼它的原味。因为它是淡淡的烤了一下，所以有这个好的那个烧味，然后那个肉呢，它其实有点带点甜的味道，所以吃起来好好吃哦。我不是在吃我在工作我要试吃。
要确保它是好吃的。干杯！接下来的这个步骤是铸体，用泥土在图案旁边做个堤坝，防止助染时不同颜色会混合。好，我跟 Master， 我先来试试看哦。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就是想要这个柱体再高一些。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。哦，そうですそうです，对了对了，哇 ，perfect，OK，let's go。所以这一步其实非常重要。就是感觉把所有图案隔离开来了，待会儿就可以放不同的颜色，它们就不会混合到对方的染料。堤坝做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来进行助染。 Let's go。啊！这时我才发现堤坝的重要性，一定要有一定的高度，这样子颜料才不会越过去，然后就混合到其他的图案。而且我发现一定要双色比较好看，单色就太单调了。师傅，我想要问你哦，这个工厂大概有多久的历史啦？我们公司大约有100年的历史。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想要继承这一项传统技术吗？我们工厂接下来会有几位年轻人学习这项技术。哦，我真的没有想到现在还有年轻人想要继承这一项传统技法，因为它对比其他的染布的技术来说，它真的太多工。可是我觉得这项技术也是蛮好玩的啦，继续保存下来的话，我们才可以看到漂亮的浴巾。我染色结束了，然后下一步呢，其实就是把所有的堤坝还有泥沙给冲洗干净，所以那个机器会帮你冲刷，一直到没有染料的部分变成白色为止，我们就可以拿起来，然后拿去烘干了。这2项都由机器来操作，所以非常的简单。这就是我做好的助染布料吗？哇，很漂亮哎！我觉得我自己做的还不错啊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收到了！所以我们现在找一间也卖好吃鳗鱼的餐厅，然后请心妮和我一起吃。OK， 哇，心妮她不用吃那么多了，她玩得很开心啊。こんにちは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哇，好久不见哎！请坐。哇，这是你为我准备的鳗鱼大餐吗？当然不是。Farm to table 嘛，对吗？我负责 farm 的部分，现在让你来体验 table 的部分了。太感动了。首先这个，来，我刚刚帮你拌的哈，这是腐锅鳗鱼饭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是不是很香？我居然这样闻就闻得到乌拉吉的味道。すごい美味しい。美味しい。可以再来这个炸鳗鱼干，原来是 Q 弹的哦。对，其实吃得出那个鳗鱼的味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跟它的酱汁一样。对，可是它带一丁点的苦。我才吃苦吧？你吃了什么苦？很记仇哎你。还有要重点介绍，鳗鱼生鱼片。鳗鱼可以吃生鱼片的吗？这是全日本你可以吃到鳗鱼生鱼片的唯一一个地方。哇！这么厉害！当然，因为要符合2个条件。首先，因为我们在哪里？冰松 That's right， 冰松呢就是发源地嘛。对，所以呢很新鲜。那第2呢，其实因为它的肉非常的软，所以需要一位大厨来切它，切得很薄很细，有没有看得到？所以在这里就可以吃到这个啦，很薄哎，它好像昆虫的羽毛哦。鳗鱼生鱼片的话呢，就要搭这个柚子醋，好期待，好期待！哎，这个其实很有那个嚼劲哎，感觉它是一个运动量很大的乌拉吉，肌肉好像很大的感觉，因为它其实薄薄，但是需要咀嚼蛮久的，好特别哦。吃完这个鳗鱼生鱼片之后呢，来烧焦的青葱，来，要不要试一试？想要骗我？它看起来就不大对劲了。这个应该是它的皮吧？Yes， 1、2、3。对，其实好香哦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很软哎，其实这个比那个肉更软。我很勇敢哎，因为我平时真的是不吃鱼皮。真的。
我居然能吃得到鳗鱼的香味，一丁点的鳗鱼皮都吃得到鳗鱼的味道。师傅真的厉害，这里的鳗鱼也很厉害。但是你应该没有看过这个白烧鳗鱼。白烧鳗鱼跟我们平时吃的蒲烧有什么不一样？它就是上面没有任何的酱汁，其实这样子的烤法，你可以更尝到那个烤到的味道。我喜欢这个烤的味道，我也喜欢。它肉质好细腻哦，感觉你在养殖它的时候有注入很多爱心。我有。接下来日式唐扬炸鳗鱼。什么叫唐扬？唐扬就是 karage，karage 就是炸物的意思是吧？你吃得出来这是鳗鱼的什么部位吗？啊，鳗鱼就一条，还有手跟脚吗？它其实是它的背部的那个鱼刺。这是鱼刺？哇，我真的觉得冰松人很厉害哎，他把鳗鱼里里外外都料理了一遍哎，真的哎。你看背骨在这里，鱼皮在那，鱼肉在那，哦，整条鱼都在这。吃到那么多样化的鳗鱼料理之后，我觉得我们都变了。变了，我在你身上看得到你对鳗鱼的敬畏，以及你对这个产地的自豪感，你不觉得吗？有哎，你就一直在 emphasize 说好新鲜、发源地之类的。但是我作为冰松的这个游客，我也感受到他们对传统手艺的执着，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守护。我觉得很多人也可以通过我这次的体验呢，看到其实每一道料理背后呢，真的是有很多人的付出，所以会更懂得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品尝这些美食，这也是对于从业者呢最高的肯定还有回报了。所以吃，快点多吃，我一定会吃完，很好。可是看到这么美的风景，总觉得我应该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。你知道为什么你会去工作吗？你确定你要在那么高的地方告诉我这件事？我作弊了，对不起。大家蒙着眼睛的时候，我就拿下眼罩，然后开着眼睛做完那件事情。不像嘛，有福气我也像啦，大家都有福气，很棒。再加上我拿了手信给你，你看，来，我们拍照合照。